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的是俄乌战争啊，这已经是已经快3年的战争，其实把整个欧洲都拖累进去了啊。所以很多其实已经你看到有很多的人已经开始谈说，哎呀，什么时候才能休战？已经不是谈和平哦，休战。到底有休战的可能性吗？我们看到说，其实，拜登在最后这一段期间，还在拼命的装备乌克兰，打久一点，打久一点。好，这个显然是拜登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千万不要让川普解决乌克兰的战争。那么，可是俄罗斯这边哦，他们这个看到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直接说，停火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说，因为呢，大家会利用停火这段期间继续装备乌克兰，所以显然他开出了另外一个条件哦，就是如果要停火，你们还要停止装备乌克兰，这个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能达成吗？那么，而这个时候你看到俄罗斯也在布局，他不只跟北韩签了协定，然后说我们彼此之间军事上面的资源，他现在跟伊朗也要签这个战略的合作协议。那么他一方面提供伊朗技术，但是伊朗回报的是我提供你更多的武器。所以俄乌战争，川普真能解决吗？我觉得川普可能会默许俄罗斯干一种事啦，逼乌克兰投降啦，就炸他的能源设施。事实上，圣诞节已经发生了。你这段期间炸的还不够。不，有些地方俄罗斯还是没有动手啊，因为乌克兰真的冷是12月下旬到明年2月啊。那他这一波就是攻击基辅的能源设施，那导致，据我了解，大概是上万人圣诞节没电。那这种行为当然也是因为乌克兰做了很多动作，他的报复啦，因为这个远程的导弹，乌克兰炸了很多地方啊，那乌克兰也用无人机攻击了很多大楼啊，所以他当然很生气嘛啊。那我觉得这一招叫做，我不是打你的军事哦，我是让你的老百姓出来造反，这策略不太一样啊。我认为俄乌战争能够短期内结束战争的，也只有这个方法。如果纯粹是用军事方式啊，那我认为要打还要打很久，因为你那个安全保障没有人提得出来嘛。那泽连斯基如果没有安全保障，他怎么去谈呢？所以，除非他内部先变，然后逼的泽连斯基，不是用内部来逼，而不是用外力来逼。我简单讲就是，你搞不好就溃逃啊，就是这种状态啊。那当然，俄罗斯会不会这样干，我们还不知道啦。这个就跟叙利亚一样嘛。叙利亚如果真的打，要打很久结果阿萨德就跑了，就瞬间就结束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要看俄罗斯用什么手段啦，而不是美国啦。川普那个是没有用的啦。不过有趣的是，阿塞德跑，现在他透露出来的说是俄罗斯叫我放弃的。那会不会泽连斯基也会有一个美国要他放弃呢？这个就是力量到了哪里了。坦白讲，阿塞德跑跟以色列介入也有关系啦。我甚至认为九拉尼背后就是以色列。好，瑞倩，同样说啊，就是说，如果你看中东以前的形势的话，以色列每次打仗到后面，都是美国跟俄国讲好了以后停战，大家彼此撤。那所以我们今天先看一下普京他的做法，很多人跟着泽连斯基在谴责圣诞节的攻势。但是大家没有看到说，在那个的24小时之前，他们在地中海的大雄心，一个巨大的军事物资的这个货轮被炸沉，而且是3个大动炸沉，一定是军事行动的。好，所以说今天我看起来就是《孙子兵法》说10则为之，5则攻之。你打我一次，我就用5倍的军力还你。那么因为呢，泽连斯基他手上有的是他有一些高级的武器，但他不够。它没有饱和攻击或是应对饱和攻击的可能性。对，所以说今天你可以去炸我一个这个电力或是油厂，那我就去炸你更多个电力或油厂。他做这些饱和攻击的对抗，
并且最后落了一句话来说：你们要再给他更多的防空导弹吗？可以，我们就在基辅做帧数的决战。如果在基辅做决战的话，大家都知道基辅就是只有输没有赢的。好，不管你西方给你的东西是多么了不起，可是如果是在基辅本身决战，那所以我觉得，普京到目前为止，他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做的是一个比较，不好意思讲的，就是温和的，就是战争没有什么温和，比较温和的逼迫基辅政权，所以他到了基辅附近以后他就停了，然后他转到乌东来做他其他的战争，就是特别行动。可是他现在已经说了，好。如果你们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达成一种协定，而且是要长久有效，而且有法律效应的啊，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必须要结束这个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决战基辅。我觉得基辅是这一次第一次真正受到了一个明确的警告，就是将来下一步会是基辅决战。所以不管是能源设施也好，或者是基辅决战也好，两位都同意是普京现在逼一个乌克兰内部的大溃败，内部情势、民众心理上面的一个大溃败，包含军队，因为军队没有足够的武器可以面对帧数飞弹。基辅决战就是投降了啦。郑言，我认为这场战场形势已经定了，红军城守不住，南部守不住，下一步就是到地内博河，而就呼应了雷倩跟郭正亮所讲的，哪一个大城市在基辅河岸上？在地内博河岸上，上面就是基辅，就是基辅啊，最北就是基辅啊。所以，而且打基辅是不需要直接从乌东打，他从北边下来就打中了，从白俄罗斯就可以打中。而且他现在维持在白俄罗斯的军队数量，据说还有20万。对，那你20万打一个基辅，再从东边调兵，现在乌克兰已经没兵可用了，所以他不一定是要攻陷基辅，但是会包围基辅，包围基辅已经不成问题。所以不管你乌克兰还有什么武器都不管用。那对于这个川普来讲的话，他当然不可能所谓的就任当天就停火嘛。那他有很多理由可以讲，就是因为拜登啊，因为什么都会推卸责任。那有人说他会狠狠的要加大援助乌克兰，以来逼俄罗斯停火。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出 social 讲一讲可以啊，他的战场上你要花多少钱才做得到这样的一个战略目的？那应该只是个威胁的姿态。普丁当然知道嘛，现在都是真刀真枪、真金白银拿出来花的东西啊。那你对俄罗斯来讲，很明显的，它的武器供应源源不绝。你再有什么高档的武器哦，你已经给他 F-16，现在就威胁说要给他换项，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因为你没有机场可以起飞啊。因为你的量这么少，就刚刚讲的，你量太少没办法应对饱和攻击，你也没办法产生饱和攻击。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会很快就会看到说。这个俄军出现在地内博河河岸，那整个局面就已经到了所谓的溃败的边缘，这是泽伦斯基已经失控的现象哈。所以这种失控的现象，虽然表面上你什么谴责什么圣诞，这个俄罗斯人就简单讲，我的圣诞节是1月7号啊。对，东正教的圣诞节是不同的，跟你无关啊，所以变成一种教派的一个争执，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教派的争执是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正当性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对俄罗斯内部来讲是有动员效果的，没错。所以我是觉得这一场战争呢，大概用这个川普的术语来讲，我施征100天，可能再打个100天的不成问题啊，不成问题。但100天之内能够有个暂时停火吗？非常难，非常难，连100天都很难，因为他那种这种战火的边界不完整，它主要的是边界不完整。不像以前南北战争有战线都很清楚啊，南北越战争战线很清楚。对，它现在是前牙交错，前牙交错，对啊。所以你库斯克，你要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军队撤走？不只是乌克兰军队要不要撤，他要不要让他撤走？还有乌克兰要不要再投下去到库斯克？那这个都是问题啊。那还有这个乌南基本上，这个乌利达尔被打下来以后，他就一马平川，直接到地内博尔平安啊。可是为什么俄罗斯不打？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嘛。那现在只剩下红军城打下来，后面也就一马平川，直接到地内博尔啦。那哈尔科夫留着，事实上还可以攻打基辅，这2个城是不一定相关的。所以从战术观点来讲，筹码都在俄罗斯身上啊。
那俄罗斯为什么不去疯狂进攻呢？因为他的兵力没有到1:3，所以他不想要做太大的牺牲，所以尽量用火力来取代兵力的不足。不要以为乌克兰兵力不足俄罗斯兵力也不足。没错那俄罗斯兵力不足，用火力来填补，所以他需要有这个北韩，需要有伊朗的一个火力的一个兵工厂的角色就要出现了。所以用股市术语来讲的话，它就是区间震荡，然后用火力的方式，然后让它用气型的方式往上升，没错，就是不断的去。这是军事面的分析了。对了，所以民众出来，这是另外一招了。香龙你怎么看？因为现在三位其实都在预言一个，就是既然没有办法用政治、用外交来协商出了一个暂时停火，他就会用很残酷的方式逼乌克兰投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简单讲，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川普当然现在大概也知道，就是说俄乌战争的结束与否不是签一份文件这么简单，那没有文件可以签的，他必须要谈。那美国呢？美国现在顶多可以决定乌克兰要怎么输，他没有办法决定乌克兰要怎么赢，反正其实形势就摆在那里，所以现在就是谈要怎么输的条这样而已。那现在乌克兰的情况，现在就江南那边，现在在1月20号以前，基本上面对乌克兰来讲，只能够呢再偷偷的去攻击一些俄罗斯的战略资产。来获得一些的形式上的假平衡。俄罗斯当然暴露了它的弱点，就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最大的弱点就是战争发生了之后呢，它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略资产，不管在俄罗斯境内或者是在中东或者是在外高加索，它都显得非常的脆弱。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呢，它的嚇阻仅限于它的核武的嚇阻在它本土，其他的呢其实它都表现了它的脆弱性。可是呢两件事情我是觉得是接下去呢比较值得观察。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乌克兰打不下去，你光从现在呢国际兵团的报道率大幅降低，这个呢是很少人谈到的。你知道大家会觉得说今天呢朝鲜呢援助俄罗斯呢1万人，你知道那1万人要有多少的外籍兵团才能够平衡？可是外籍兵团现在几乎都不到了，就是在过去前2年外籍兵团争先恐后，台湾都很多人去，现在报道率很低了，就是大家都不来，知道第一个快结束了，第二个我来送死的，所以已经不是钱能够解决，他就告诉你乌克兰自己的兵源不够，外籍兵团呢也不来了。第二个就是说，在这场的战争呢，到三天之后，1月1号之后，乌克兰就要把它天然气关了。这个关天然气，它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欧洲国家一定会出现内乱。因为现在看到斯洛伐克就已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斯洛伐克急着跟俄罗斯谈判呢。它反映的不会是只有斯洛伐克，而是欧洲有很多的内陆国。你知道美国呢？现在说呢，你们所有的国家都要买我的天然气。我如果是靠海的国家，譬如说我今天哪怕是小小的立陶宛200万人，可是我靠海，我有天然气接收站 ，OK， 我用你美国的。请问，当我是内陆国怎么办？对，当我是内陆国怎么办？当我是斯洛伐克怎么办？当我是塞尔维，当我是匈牙利怎么办？就是欧洲有很多，尤其在东欧有很多的内陆国，它是没有天然气接收站的。我不可能拉一条管线呢，从你希腊从你哪里进来，这些国家的能源马上出问题。所以明年1月1号之后，你会看到欧洲国家的内陆国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这个冬天呢，他们会很难过。所以眼前呢，乌克兰战争的解决的。可以思考的脉络呢是很多样的，但是呢，乌克兰就基本上面现在就已经是在 menu 上面了，现在只是要决定怎么烹调乌克兰，没有其他第二种选择。他绝对不是坐上餐桌的人，他一定是餐桌上的那一盘菜。对啊，而且不会清蒸，一定红烧。为什么不能清蒸？清蒸啊，我不能这样讲，那关乎人命的，不能开玩笑。对。